智慧渔民祖辈遗留下来的各种捕鱼技术，你见过哪几种？这是中国即将失传的捕蟹绝技，在河流交汇处装上断网，螃蟹就会自投罗网，无需人工筛选，螃蟹会自行分为3、6、9等。这就是江苏泰州秦湖渔村特有的秦湖断蟹。56岁的渔民唐玉世代以捕鱼为生，祖先给他留下一种绝妙的捕蟹方法，捕捉到的秦湖断蟹个个膘肥肉壮，享誉了整个江南，甚至获得了南有城湖闸蟹，北有秦湖断蟹的美誉。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，这种用断网捕蟹的绝技已经被世人遗弃，这令唐玉痛心不已。老祖宗留下的智慧必须要传承下去，于是他决定公开这项非遗的捕蟹技术。秋风响，蟹着养。每年中秋前后，螃蟹会从秦湖回游，爬到入海口繁殖产卵，这时就是下断捕蟹的最好时机。唐玉开着渔船拉上断网，在河面寻找优质的下网点，转悠一圈后，他选择了3条河流交汇处的河道，这里是螃蟹迁徙的必经之路。先把木桩插进河中，再横向固定断网，切断螃蟹的回游路线。第2章和第3章断网之间组成微型卡口，当螃蟹走投无路之时，便会爬进卡口，在第1个卡口后面继续延展断网，组成第2个卡口。螃蟹一旦进入，根本逃不出去。这时断网已经封锁了整个河道，这样拦截河道过往的行船怎么办？这也是有玄机的，中间的断网不绑结绳，船只可以直接压过去，行船通过后，它会自动回弹，而被拦截的螃蟹只能一路向前，来到第2个卡口。这里的断网结绳高度小于40公分，螃蟹能沿着断网向上爬行。渔民会在顶部盖上断网，并在断网孔洞上安装地笼。螃蟹爬进的笼后只能束手就擒，能爬这么高的，一般都是半斤以上的优质大蟹，那些老弱病残的小蟹也跑不了。机智的渔民会在断网后面开个口，将地笼安装上去，地笼里面特意设置了回口，螃蟹根本无法逃出。自此捕蟹的天罗地网布置完成。离开前，唐玉在断网两侧放了2盏油灯，防止天黑后行船撞坏断网。果不其然，深夜螃蟹从湖边爬了出来，它们走水路迁徙，朝着入海口而去。很快，第一批螃蟹走到了断网旁，当它们发现去路被挡，立刻改道进入第1个卡口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里面的螃蟹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拥挤。那些身强体壮的螃蟹开始朝高处爬去，它们自以为很聪明，殊不知落入了渔民的圈套。越过层层障碍爬到上面的螃蟹，才能被称为秦湖断蟹。老弱病残的螃蟹因为蟹腿不够长，爬不上去，只能爬进水下的地笼，不敢进杀绝室。唐玉坚守的捕蟹原则，他特意将地笼的孔洞编织得很大，好让不足2两的小蟹逃生。6点01分，唐玉准时出现在断网前。断网断的不仅是螃蟹的品质，还赋予了捕蟹仪式感。这次唐玉捕到了10斤秦湖断蟹和30斤普通螃蟹。秦湖断蟹每斤能卖100多块，普通螃蟹只能半价。对于这样的传统文化，你有什么看法？这是福建渔民500年前发明的钓鱼技术，将鱼钩扔进海中，鳗鱼就会排队上钩，渔民拉拽绳子就能将鳗鱼轻松钓起。当鳗鱼落进鱼舱，就会自动割断绳子。凭借着这项古老的技术，渔民每次都能钓到1万多斤鳗鱼。这里是浙江省的玉环县，作为我国13个海岛县之一，村民世代以捕鱼为生。45岁的渔民薛刚拥有30年的捕鱼经验，是个地道的老渔民。今天他要驾驶着浙江东海32162号渔船，前往60海里外海钓深海鳗鱼。他们钓鱼不用鱼竿，也没有鱼漂，采用古老的延绳钓。延绳钓又称千寻钓，一般采用清战鱼当诱饵。这趟出海，薛刚准备搏一搏，直接准备了60筐清战鱼，大约8000斤，还花4万元雇了10名船员。钓鱼过程中，船长负责确定钓点，而船员负责诱饵以及钓鱼。500年前，这种神奇的钓鱼方式从福建崇武流入浙江玉环。因为只钓1斤以上的大鱼，不钓小鱼，所以被世界公认为最佳的生态捕捞方式之一。其实延绳钓很简单，先从渔船上放出一根几百米的主线，每隔1.5米系上一根支线，绑上钓钩和鱼漂，要让鱼饵悬浮在39米的水中，引诱藏在40米的鳗鱼来咬钩。海里捕鱼都是靠天吃饭。11月正值大风大浪高发季，薛刚这次出海也遭遇了袭击，整个渔船疯狂颠簸，这让捕鱼作业变得艰难无比。不过对于老渔民来说，这点风浪早已习以为常。可是起钓时还是发生了意外，很多钓绳缠在了一起。幸好薛刚经验丰富，他命令船员剪掉打结的支线，将主线重新系起来。因为强风的袭击，之前的努力都白费，船员们只能重新制作钓具，挂上饵料，投放鱼钩。很快第1条鳗鱼上钩了，它牢牢地咬住鱼饵，被渔民拉了上来。如果运气好闯进鳗鱼老窝，那就可以享受连竿的快感。他们坚守祖辈的训诫，始终采用这种传统的捕鱼方式。只有懂得了适量索取，才能为子孙后代造福。出海第10天，本是他们返航的日子，但遇到了好钓点。
即便8000斤饵料已经用完，他们依旧决定延期。船长更是请人送来了新饵料。为了庆祝这次出海顺利，薛刚当即决定请大家吃红烧鳗鱼。就在这时，天气预报传来了降温的消息，这意味着台风马上就要来了。出海第12天时，他们收获颇丰，抓了10222斤鳗鱼。薛刚作为老板，净利润8000多元，其他渔民也有3000多元。对一个普通渔民来说，这样的收入已经非常可观了。谁说在70厘米厚的冰下不能撒网捕鱼？这里的渔民将网绳绑在巨型绞盘上，然后利用马匹拉出冰下2000米的渔网，短短几个小时就收获了2万斤大鱼。这就是查干湖东捕传承了900多年的古法捕鱼技术。凌晨3点多，查干湖的渔民就出发捕鱼了。68岁的张把头身穿羊皮袄，头戴狗皮帽，领着8个徒弟，在零下25度的查干湖上到处转悠。在这厚达70厘米的冰面上，张把头认真寻找鱼窝。鱼儿在冰下喜欢成群聚集，来回的窜动会使冰面微微鼓起，即便只有细微的差别，也逃不过张把头的火眼金睛。经过2小时的探查，张把头决定了撒网点。100多人瞬间分为4组，立刻开始行动。这种拿着冰锥凿冰面地叫打穿，2人一组，一共16人，总共需要凿出320个洞。先用冰锥凿出一个长约3米的入网口，再用铁铲清理冰渣。清理时必须小心，一旦溅到脸上，如同被玻璃划伤。可怜的打工人一天的工资仅有110元，即便凿得全身流汗，也忙到停不下来。经过几小时的忙碌，320个洞全部完成。这时他们开始下渔网，渔网长达2000米，需要在2小时内撒到冰下。渔民们把绑着渔网的牵引杆插进洞中，通过操控牵引杆的方向，把渔网拉到另一个洞口。多次循环操作以上的步骤，直到将渔网拉到出网口。整个过程如同穿针引线，这就是查干湖东捕的原理。由于路途遥远，渔民们就在简易的铁皮房中用餐。包工头中午不管饭，富裕一些的渔民煮饺子当午餐，而朱小白带的是泡面，看着有些寒酸，但对于他来说，能在寒冷的湖面吃口热饭就很满足。马匹也在用餐，他们吃着饲料，喝着冰水，看着也感觉透心凉。吃饱喝足之后，还会表演一场原地打鼓。到了收网时，渔民先将牵引杆从湖底拉出来，把网绳缠到绞盘上，通过马的拉力，拉出冰下长达2000米的大型渔网。但前3节渔网一无所获，他们继续转动绞盘。好在第4节渔网出现了惊人的渔获，这令渔民兴奋不已。查干湖是吉林省最大的天然湖泊，渔业资源非常丰富，能够捕获的鱼更是高达68种。奇怪的是，在众多渔获中没有一条小鱼，几乎每条鱼都有5斤以上，大的堪比小孩。其实这正是查干湖渔民一直坚守的信念，他们的网眼大于20厘米，低于5斤的小鱼都能逃生，留下的这些大鱼是大自然的馈赠。这次下网，渔民们捕到了2万多斤鱼，收获颇丰。俗话说年年有余，为了一个好兆头，很多人不远万里，只为抢购查干湖现捕大鱼，因此现场的鱼价十分的商务。20斤以上的胖头鱼能卖到60元一斤，单条价值1200元。高山60名，70万8888，而最大的头鱼72斤，更是拍卖出了788888元的天价，被世人称为淡水鱼之最。而那些现场没有卖掉的鱼，会进入合作社装袋打包之后卖到全国各地。下午5点多，精疲力尽的朱小白回到家中，吃上妻子亲手包的饺子，他瞬间感觉所有疲惫都消失了。这是中国最神奇的养鱼绝技，万亩鱼塘从不需要投放鱼苗，只需花区区的800万，每年就可以捕到几十万斤大鱼。在湖北仙桃的阳明村，很多渔民靠着这个方法走向了人生巅峰。在城里搞房地产的叶丽君经常来阳明村钓鱼，他看到商机后，一口气投资了800多万，承包了3000亩湖泊。接下来，叶丽君开始做捕鱼前的准备工作，他连夜请了几十个渔民，并下达了死命令，必须在15天内在鱼塘4周插上1.6万根竹子。渔民们只能疯狂赶工，半夜3点吃饭，5点就开始工作。可偏偏这时，安装工作又出现了问题，在竹子上固定围网需要穿线，这对男人来说就像张飞绣花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渔民们只好请村里的娘子军帮忙，女人们把铁丝做成钩针，轻松解决了难题。几乎同时，长江的洪水如期而至。因为阳明村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是长江野鱼洄游的必经之地，加上江水湍急，不适合鱼类繁殖，野鱼就会成群结队游进湖里，并在这里产卵生子。没过多久，贪玩的小鱼苗就会越过围网，游进3000亩湖泊，只需7天，它们就胖得逃不出去了。持续的涨水逐渐淹没了村里的道路，6月底的阳明村赫然变成了一座孤岛。村民们也习惯了这种生活，直接开启了海洋模式，出门全靠船。可叶丽君却在不停地擦汗，她承包的3000亩湖泊处于泄洪口，
因为洪水过大，围网被冲破一个缺口，26万斤大鱼顺水跑了。更气人的是，抢险还没搞完，大暴雨又来了。叶利军的运气虽然不好，但人品绝对一流。为了不让本地渔民受损失，他让渔民全额退股，独自一人承担所有风险。而他的鱼塘也被迫开启了自然放养，收入全靠天赏。南五湖的汪湖长听到叶利军的遭遇后，吓得冷汗直流。他连夜下湖一米一米的检查围网，生怕到手的鸭子飞了。鱼喜欢靠边游，只要被他们找到一个洞口，不管鱼塘有多大，他们都会互相告密，全部逃跑。腊月16，随着渔民的一声呐喊，闸门准时开启，湖水倾盆而下，朝着长江奔袭。渔民们早已在闸口布置围网，另一端连着蚝池，就等着鱼儿顺水而下，将它们一网打尽。当地人把这种流传了几百年的捕鱼方式称为放蚝。一条条肥美的大鱼被渔民用自动抄网尽数捕捞，而在旁边，各地的鱼贩子早已等候多时。粪检台上工人正在筛选，他们坚守祖辈的训诫，只捕3斤以上的大鱼，而其他小鱼全部放生。就在这时，远处传来了叶利军的笑声。他承包的3000亩湖泊意外收获了很多长江野鱼，不仅没有血本无归，还回本了不少。捕到的青鱼最大条53斤，赶鱼更是高达63斤，就连数量最多的草鱼单条都超过了7斤。这一波逆袭把叶利军兴奋的3天没睡着，可南五湖的蚝池却一直没有见到鱼影。汪湖长决定主动出击，下湖拉鱼。几十个渔民从凌晨4点开始，一路向前拉网，直到8点才抵达蚝池。看到这满满的渔获，他们开心地笑了。这个蚝池不仅鱼大量多，就连5斤的老鳖都能抓到手软。最受渔民喜欢的还是长江大杆鱼，这鱼性情凶猛，被渔民称为淡水白鲨，专吃鱼塘中的各种小鱼，最大能长到200多斤。头大肉厚的杆鱼晒成腊鱼，那叫一绝。晒好的腊鱼切成小块，上锅清蒸5分钟，不用加任何调料就能馋哭隔壁小孩。话说你吃过腊鱼吗？好了，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变得更精彩。